我盯着手机屏幕，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对过去，直接从椅子上跳了起来。堂堂正在阳台收衣服，听见我叫，拿着一件衬衫走出来。我把手机怼到他面前，中了8987万！他没像我想的那样尖叫，也没扑过来抱我，他只是盯着屏幕看了很久。我脑子里全是房子、车、爸妈、堂堂，还有终于不用看人脸色的日子。咱们先把房贷还了，再给我爸妈买套电梯房。你不是一直想开个甜品店吗？开最大那种。堂堂抬头看我，眼神冷得吓人。沈烨，明天你就去跟所有人说，你炒股亏光了，还欠了外债。我中了8000多万，你让我装穷？不是装穷，是保命。他走到茶几边，把那张彩票拿起来，看了2眼，又塞进一个文件袋里。然后他把文件袋锁进卧室抽屉，钥匙攥在他手心。我看着他，脑子里一团乱。你信我吗？我和堂堂结婚7年，这7年他没让我吃过一次亏。我妈生病，是他跑前跑后找医生。我大哥沈志强借钱不还，是他拿账本一笔笔记着。我爸沈德海偏心，他从来不当面吵，只是晚上关起门提醒我别把底裤都掏出去。可这一次不一样，这可是8987万，你总得给我个理由。现在不能说，说了你明天就演不像。演什么？演一个被钱逼到没路走的人。你让我骗我爸妈？你也可以现在告诉他们，你大哥会第一个上门，你嫂子会哭着说孩子要换学区房，你小姑会说她男人做生意差点钱，你二叔会说你爷爷以前最疼你，你妈会说一家人别分那么清。我张了张嘴，却反驳不出来。他说的那些人，我太熟了。我顾念着兄弟亲情，前前后后借给大哥家10万，他们从没还过。我妈每次都说你哥压力大，你是弟弟，让让。我被那句让让压了30多年，可我还是不愿相信他们会因为钱翻脸。现在给你妈打电话，告诉她你炒股亏了，欠了20万，问她能不能借你10万周转。我妈何凤英的电话响了6声才接。这么晚了，有事儿？妈，我炒股亏了，还欠了20万，能不能先借我10万周转？电话那头死一样静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妈才开口。你怎么这么糊涂？你大哥房贷没还完，你爸身体也不好，家里哪有钱？你去找堂堂娘家想想办法吧，他不是挺能耐吗？电话那头传来我爸的声音。我妈压低声音说，沈燕说炒股赔了，找咱借钱。电话里只剩我妈一句话。行了，早点睡吧，别再乱折腾了。我站在客厅中央，半天没动。堂堂走过来，拿走我的手机。明天继续，告诉所有人你没钱了，一个都别漏。我胸口发闷。如果他们都躲我呢？那就记住他们躲开的样子。沈燕，接下来2个月你会很难受，你一定要撑住，因为有人已经等不及了。谁？堂堂没回答，他只是看向窗外。楼下停着一辆黑车，车灯灭着，可车里有人抽烟，一点红光忽明忽暗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发了一条朋友圈，炒股亏光了，最近别找我借钱。10分钟后，大哥沈志强打来电话，平时他只在缺钱的时候找我。你真亏光了？存款亏没了，还欠了点儿。电话那头立刻没声。以前他找我借钱，开口就是兄弟之间别见外，现在轮到我没钱，他连一句安慰都挤不出来。你也真是的，我这边也难。你侄子马上要交兴趣班的钱，你嫂子身体也不好，你别指望我。我握着杯子的手紧了紧。哥，我没开口。他像是松了一口气。你自己想办法，男人嘛，跌倒了自己爬。他挂得很快，生怕我会问他要钱。我把那条朋友圈又发进亲戚群。二叔沈德顺发了个叹气表情。年轻人就是经不起诱惑，堂堂也不拦着点儿。堂堂拿过我手机，替我回了一句：拦了没拦住？群里安静2秒，群消息弹出一句话：夫妻之间要互相扶持，可别因为钱伤感情。中午，我妈打电话来，你爸让你晚上别回来了，你大哥一家要来吃饭，你现在这个情况，大家见面也尴尬。你大哥最近也烦，你去了，万一开口借钱，他怎么拒绝你？我握着手机，喉咙像堵了团棉花。以前逢年过节，他总叫我回去，说一家人齐齐整整最重要。现在钱没了，就变成你别回来，让大家尴尬。原来我在这个家的位置值多少，得看我口袋里还剩多少。妈，我也是你儿子。电话那边静了几秒。你别逼妈。这句话比直接拒绝还难听。我把电话挂了。堂堂正在厨房洗碗，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忽然觉得他好像早就预料到这一切。你是不是还有事儿瞒我？堂堂走到我面前。沈燕，你现在只需要看清楚谁怕你没钱，看清楚谁在你没钱的时候还愿意坐下来听你说话，其他的我会处理。下午，马丽娟给我发消息，你之前借给我们家的5万有没有凭证？有。亲兄弟之间你不会这个时候催吧？
我们现在也难，你别跟爸妈说这事儿，老人受不了刺激。堂堂握住我的手，截图，所有人的消息都留着，以后有用。我心里越来越不安。晚上7点，家族群里发了照片，一大桌菜，我爸做主位，我妈笑得很开心，沈志强一家3口坐在旁边，小姑、二叔几个表亲全都在，没人叫我。下一秒，马丽娟发了一句：今天家里人齐真热闹。我盯着旗字，眼睛发涩。堂堂没劝我，给我做了一碗鸡蛋面。越是这个时候，越要照顾好自己。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我爸，我爸的声音有点低。你妈说你亏了钱，我喉咙一紧。以后别碰那些东西了。你大哥他们都在，你现在别回来，等你缓过来再说。我低声问：要是缓不过来呢？电话那头又沉默了。我听见沈志强在旁边喊：爸，菜凉了。电话断了，我坐在餐桌前，忽然连面都咽不下去。堂堂把我的手机拿过去，关机。他走到卧室，拿出一个旧牛皮纸袋，纸袋边角发黄，上面写着3个字：老宅正。这是什么？他把纸袋按在桌上。你爸妈从没告诉过你，你们老家的那套房子，名字不止一个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，一个穿黑夹克的男人看向摄像头。沈燕在家吗？我来收债。我后背一凉，堂堂却很平静。他把牛皮纸袋塞回抽屉，转身走到门口。门铃又响，男人不耐烦地拍门。沈燕，别装死，欠钱还钱。堂堂打开手机录音，然后打开门。门外的男人比屏幕里看着更壮，他身后还站着2个人。黑夹克看向我，他从兜里摸出一张纸，欠款20万，今天先还5万。那张纸上面有我的名字，还有一个歪歪扭扭的签名，但那不是我的字。我刚要说话，堂堂先开口：谁让你来的？欠钱还钱还用谁让？堂堂声音很淡。我问，谁把地址给你的？黑夹克的笑僵了一下。朋友圈发出去不到12小时，你们就找上门，消息挺快。黑夹克脸色变了，他这句话像一把刀，挑开了那条看不见的线。有人通风报信，而且就在我们身边。黑夹克脸色变了变，抬手就要推门，堂堂没退，抬起眼看着他。你碰一下门，我马上报警。堂堂拿起手机，按下拨号键。黑夹克身后那2个人互相看了一眼，气势一下弱了。你手里的借条谁给你的？你知道这张假借条伪造签名带人上门威胁够不够立案吗？你吓唬谁？堂堂直接把电话拨出去。喂，执法队吗？黑夹克慌了，狠狠瞪我。沈燕，你等着。堂堂对着电话说了地址，黑夹克转身就走。站住！借条留下，不然我就跟执法队说，你带着伪造借条跑了。黑夹克咬着牙把那张纸甩过来，匆忙离开。门关上后，我看向堂堂。你安排的。他把借条铺在餐桌上。人不是我安排的，但我猜到会有人动手。他拿出手机，把刚才的录音保存，又把借条拍照，然后他把图片放大。你看这个签名。我看过去，沈燕2个字写得很丑，可最后那个燕的收笔往右挑了一下，我心里一沉。这个习惯我见过，是他。这个习惯我见过，沈志强替我签作业，本时就这样。我握紧拳头。不可能。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。手机开机后，几十条消息涌进来，家族群里已经有人发了视频。黑夹克指着我家门喊欠钱。很快，小姑沈玉萍发了一句：丢人都丢到邻居面前了。沈燕，你赶紧处理干净，别连累老沈家名声。早就说别碰股票，堂堂也太惯着他了。我看着屏幕，手指发冷。我还没开口，所有人已经给我定了罪。堂堂拿走手机。别回，让他们说，说的越多越好，每一句话都是真的。他把手机放在桌上，我坐在椅子上，整个人像被抽空。这一天，我失去的不是钱，我过去一直死撑着不肯承认的东西。堂堂把那张假借条装进透明文件袋，又写下日期和时间。老宅正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爷爷走之前留过一份东西。手机突然响，是一个陌生号码，那边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：沈燕吗？我是你老家村委的老梁，你家那片老房子要拆迁了，明天上午9点，你要是不回来，签字一过，后面再扯就麻烦了。堂堂走到我身边，他都听见了。我挂了电话后，屋里安静的吓人。他为什么不早说？我是在问我爸妈，如果老房子里真有我的份额，为什么这么多年没人提过？堂堂拿出那个写着老宅正的牛皮纸袋，纸袋里有几张泛黄的复印件。
还有一张手写的纸，纸上是我爷爷沈怀山的字，上面写着老宅东厢2间，留给次孙沈燕，院后菜地一半，归沈燕所有。我盯着那2行字，喉咙像被堵住。这是复印验，原件呢？在你爸那里。我抬头看他，你怎么会有这个？你爷爷走后第3年，我陪你回老家祭祖，一个老邻居偷偷把这个塞给我，他说你爷爷最放心不下你。我脑子里轰的一声。那一年我刚结婚，我爸妈说老房子不值钱，早晚塌，不用我操心。沈志强也说他住得近，以后修房子他负责。我就真没再问。堂堂看着我，我一直没拿出来，是因为时机不到。你家里那些人只要一句一家人，你就会把自己让出去。我张了张嘴，没能反驳。堂堂把文件重新装好。现在不同，他们以为你穷，以为你身上还背着假债，这时候他们对老宅的态度才会露出真样子。我忽然想到那张假借条，想到沈志强那个收笔往油条的习惯，如果真是我哥做的呢？堂堂看我一眼，那你明天就会知道他还想做什么。我一夜没睡，天刚亮，我妈的电话就打来了，她声音比前2天柔和不少。沈燕啊，你今天忙吗？就是老房子那边有点事儿，村里要登记，你也是家里人，回来一趟吧。这句话要是放在以前，我会感动，可现在我只觉得冷。他们不让我回去吃饭时，我不是家里人。我挂了电话，堂堂已经换好衣服，他穿了一件灰色风衣，头发扎得很低，像是早就准备出门。我们晚点到，让他们以为你不敢去。把话说完。我心里发毛。你是不是又安排了什么？堂堂把昨天那张假借条、楼道录音、聊天截图和老宅复印件全放进一个文件夹，然后拿出一支录音笔，塞进我外套内袋。今天不管谁问你，你只说3句话。第1句我想看原件，第2句爷爷留给我的我不让，第3句有事找律师。我们开车出小区，我透过后视镜看见一辆黑色轿车跟了上来。那辆车我前晚在楼下见过。堂堂没有回头，他像早就知道那辆车会跟上来一样。我手心冒汗。是昨天那些人？不一定，但一定不是顺路。我脑子里不停闪过昨天那张假借条，如果是沈志强找人做的，他为什么还要跟着我？是怕我回老家，还是怕我拿出老宅的证据？堂堂忽然说：“给你爸打电话，开免提。”我爸沈德海的声音很低：“到了别乱说话，今天就是签个登记，你别上来就和你大哥闹。”我握紧手机，我没说要闹，我只是想看爷爷当年留下的东西原件。电话那头传来椅子挪动的声音，紧接着沈志强的声音钻进来：“你是不是想拿拆迁款去还债？我告诉你，房子都是我在照看你，半点力没出，一听拆迁就扑回来，你要不要脸？”我心口一点点凉下去，按照堂堂教我的话说：“爷爷留给我的我不让。”沈志强直接炸了：“谁说爷爷留给你了？拿得出原件吗？拿不出就闭嘴！”我看了堂堂一眼，他没有表情。那我想看原件。沈志强冷笑：“原件不在你手里，你看什么？”电话被挂断，车里只剩发动机声。他们知道有原件，为什么？我是他儿子。儿子也分远近。我们到了老家村委，院子里停了好几辆车。沈志强穿着一件新夹克，头发抹得油亮。马丽娟站在他旁边，手里拎着名牌包。我爸妈也在，小姑沈玉萍和二叔沈德顺都来了。他们看见我下车，脸色各不相同。我妈先迎上来，她看我的衣服，又看堂堂的包。不是没钱吗？怎么还开车来了？都欠债了还摆谱，别到时候拆迁款还没拿到，债主先追到村里来。几个人都笑了，那笑声不大，却刺耳。堂堂站在我身侧，把文件夹抱在怀里。村委办公室坐着2个登记人员，墙上贴着拆迁摸底表。我一眼看见老宅地址，户主一栏写着沈德海，共有人一栏空着。我的心猛地沉下去。沈志强走进去，拿起笔：“人都到齐了，先签吧。”家庭内部确认过了吗？沈志强笑得很自然：“确认过了，我爸妈都在，我弟也没意见。”我走到桌前：“我有意见。”办公室里瞬间静了。这套老宅，我爷爷当年给我留了东厢2间和院后菜地一半。登记人员愣了一下：“有材料吗？”沈志强突然伸手按住桌面：“他胡说！村里谁不知道这房子一直是我管？”堂堂把复印件放在桌上：“这是当年的复印验，原件应该在沈德海先生手里。”登记人员拿过去看，脸色变得严肃：“如果有这份东西，今天不能直接按户主单独签，
沈志强急了。复印翼能说明什么？谁知道是不是他们伪造的？你爷爷要是真留了，怎么这些年没人说？我看着他们一张张脸，忽然不觉得疼了，只是觉得陌生。这些年没人说，不代表没有，也可能是有人不想让他说。我爸猛地抬头。堂堂，你少挑拨我们一家人！爸，那您把原件拿出来。我妈眼圈一下红了。沈烨，你就非要逼你爸吗？这招他用了很多年，只要我不让步，就是我逼他们。这次我没有低头。有事找律师。沈志强彻底变脸，沈志强冲过来，一把揪住我衣领。你还真长本事了，拿律师吓唬家里人！门外忽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：“别动！”一个穿深蓝制服的工作人员站在门口，他身后跟着老梁。老梁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塑料袋，他看向我爸。德海，有些东西你藏了这么多年，也该拿出来了。我爸脸上的血色瞬间退得干干净净。我爸盯着他手里的黑色塑料袋，眼神像被盯住。当年沈怀山老人走之前，村里有过一份分家补充说明，当时我在场。老梁把黑色塑料袋放到桌上，从里面拿出一个旧铁盒，铁盒锈得发红，上面还缠着一圈橡皮筋。我妈看到铁盒，脸色也白了，她低声说：“这东西怎么在你那儿？”老梁冷笑一声：“怀山叔当年怕你们偏心，特意留了一份备份在村里老会计那儿。老会计走后，他儿子把这些旧档案都交给我。原来爷爷早就防着这一手，他不是糊涂，也不是随口说说，他是真的给我留过退路。”老梁打开铁盒，里面是一叠用油纸包好的旧资料，最上面那张纸字迹和我手里复印件一模一样，纸墨按着红手印，还有爷爷的签名。登记人员戴上手套，小心拿起来看，眉头皱得越紧。这上面写得很清楚，沈家老宅东厢2间和院后菜地一半归沈燕所有，见证人也有签字。沈德海先生，这份材料你知道吗？我爸嘴唇抖了抖，年代久了，我记不清了。老梁当场哼了一声。你记不清？怀山叔走的那天，他亲手把原件给你，他说什么你忘了？沈志强急了。就算有这纸又怎样？房子这些年是我修的，我出钱出力，沈燕凭什么分钱？你出了多少钱？沈志强一愣，堂堂看着他。修房子的票据有吗？转账记录有吗？施工合同有吗？农村修房子谁还留那些东西？堂堂点点头。那就是没有。堂堂从文件夹里抽出几张照片。这是老宅近5年的照片，屋顶漏水，东厢墙角开裂，院后菜地荒着。你们说一直照看，是真每年清明回来拍张照吗？沈志强没想到堂堂连照片都有，我也没想到。我妈忽然哭了，她坐在椅子上，用手捂住脸。沈烨，你非要把家里闹散才满意吗？我心口还是会疼，可这一次我没再被她拉回去。妈，不是我闹，是你们想趁我不在把我的名字抹掉。二叔沈德顺赶紧打圆场。一家人嘛，填谁不都一样？那填我也一样吗？小姑沈玉萍皱眉。你现在欠债，填你名字风险多大？万一拆迁款被债主拿走怎么办？你怎么知道我欠债？他眼神一飘。群里不都说了吗？堂堂把昨天的假借条照片放到桌上。那这张假借条你们也都知道吗？办公室里的气氛瞬间变了。沈志强手指拳了一下，他转头看向沈志强。哥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他们怎么知道沈燕住哪儿？沈志强指着我骂：“沈燕，你别听你老婆挑唆，我再怎么样也是你亲哥。”堂堂淡淡说：“亲哥不会伪造弟弟签名，亲哥也不会带人上门逼债。”沈志强像被踩了尾巴。你有证据吗？堂堂把手机录音剪开。这只是第一段，后面还有报警记录，借条也在，需要的话可以做笔迹鉴定。沈志强脸上终于变了，马丽娟一把拉住他：“你别乱说话！”这句话一出，等于什么都说了。我爸猛地抬头看向沈志强：“真是你干的？他自己欠债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我看着他，忽然觉得可笑。我还记得小时候，我脚滑掉进水里，是他把我拽上岸。那时候我以为哥哥会护我一辈子，后来我才明白，人会变，有些护是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。登记人员敲了敲桌子：“涉及产权争议，必须先确认份额。今天这个字不能签。”沈志强猛地拍桌：“不行，今天必须签！
村里马上要统一上报，耽误了谁负责？村委院外忽然传来刹车声，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门口。昨晚那个黑夹克走了下来。黑夹克抬手指了指沈志强：“强哥，尾款什么时候结？”沈志强的嘴唇动了动，脸色从红变白。马丽娟反应最快，冲过去就骂：“你胡说什么？强哥，你让带人去吓唬他，让他不敢回来争房子，活干完了，你现在装不认识？”老梁也变了脸：“沈志强，你还真敢干这种事儿！”沈志强急得眼珠都红了：“他放屁！我根本不认识他！”黑夹克从兜里掏出手机：“行啊，不认识是吧？那这些转账记录是谁的？付款人的头像，我认的是沈志强儿子小时候的照片。”我爸猛地站起来，给了沈志强一巴掌：“你丢不丢人？那是你亲弟弟！”沈志强像被这句话点炸了。从小到大，你们都偏心他，你们砸锅卖铁供他读书。我早早出去打工，谁问过我累不累？在我的记忆里，爸妈偏的是他，我这个弟弟才是永远被要求让一让的人。可在他嘴里，受委屈的却成了他。沈志强指着我：“我在老家守了这么多年，到头来还要分他一半，凭什么？”堂堂冷冷开口：“你所谓的守，就是让房子漏雨，让菜地荒着。你所谓的分他一半，是把本来属于他的东西还给他。”沈志强转头瞪他：“我们沈家的事，轮得到你说话？”我往前一步，挡在堂堂面前。她是我妻子，她当然能说。这句话说出口，我忽然觉得心里有块东西落了地。这些年，堂堂替我挡过太多难听话，我却总觉得家里人说几句没什么。直到这一刻，我才明白，真正没什么的人，不会每次都让他替我受着。蓝制服工作人员已经拿出手机：“这是涉及伪造借条和上门威胁，去执法队说清楚。”这句话一出口，我妈何凤英捂住胸口，差点坐到地上，哭着看我：“沈烨，这事儿闹大了，你哥以后怎么做人？”妈，昨天他们堵我家门的时候，你问过我以后怎么做人吗？她的哭声卡住了。他们在群里说我拖累家里的时候，你替我说过一句话吗？妈也是不知道真相。黑夹克和沈志强被带去问话，马丽娟哭着要跟上去，临走前还瞪了我一眼，那眼神不是愧疚，是恨。我爸站在村委门口，忽然叫住我，他从怀里掏出一个旧布包，布包里面是一张发黄的纸。原件在这儿，爸一直没毁。还没说话，老梁突然皱眉：“德海，你这张不是原件，这是一张后来描的。”我整个人僵在原地，真正的原件还在别人手里。怎么会不是？我一直收着这张。老梁看着他，声音沉得厉害：“德海，你再想想，淮山叔当年给你的那张纸，右下角有一块烟灰烫出来的小洞，这张没有。”我爸低头去看，他的手指慢慢抖起来。我妈何凤英也凑过去，她只看了一眼，脸就更白了。原件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什么时候？很多年前，我放在柜子底层，后来家里翻修，我拿出来过一次。谁在场？我爸沉默，我妈先哭着说：“都多少年了，谁记得清？”堂堂看着他：“您记不清没关系，村里备份已经能证明沈嫣有份额，只是有人换走原件，这件事更严重。”何凤英立刻抬头：“堂堂，你别把话说得这么吓人，也许就是拿错了。”我看着他的反应，心里一沉。他急着把这件事变成拿错，可一份带着手印的老宅材料，谁会无缘无故拿错？今天别再签了，找不到原件就按相关流程走。想私下改名字，没门。我们离开村委时，村口来了不少看热闹的人，那些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我却不再觉得难堪。真正难堪的不是被人议论，是明明被人算计，还替对方找借口。堂堂带着我来到老房子，我爷爷当年给我留的地方就这么荒着。我总以为忍一忍就能换来一家和气，可我忍到最后，别人只会以为我没有底线。走进东厢房，堂堂看了一圈，忽然停在炕边。这里以前放过箱子。我走过去，炕边有一块颜色较浅的方印，像有什么东西常年压在这里，后来被搬走了。爷爷以前有个樟木箱，里面放族谱和地契，爷爷走后就没见过了。我转身看见我爸站在门口。箱子在你哥家，翻修那年他怕箱子坏了就搬去他家了，我没想到他会换。我笑了一下。那你想到了什么？反正我不会争，就算他拿走了，也是一家人的东西，是吗？我爸嘴唇颤抖。沈烨，爸对不起你。沈志强家有人吗？都不在家。如果他们反应过来，第一件事就是处理箱子，我们现在就请执法队的人一起去。就在他准备拨号时，远处忽然冒起一股黑烟，村里有人大喊：“沈志强家后院着火了！”我们赶到沈志强家时，后院已经围满了人，
黑烟从墙头往外冒，有人提水，有人拿铁锹。我爸冲在最前面，我跟着冲进去，火舌舔着木门，噼里啪啦的响。我一眼看见角落里有个被烧灰的樟木箱，箱盖已经塌了一半。几分钟后，我被压了下去。我站在门口，看着那只樟木箱被人抬出来，箱身烧裂，里面的纸大多成了黑灰。我爸蹲在地上，伸手去扒，堂堂一把拦住他，别碰！现在每一样东西都可能是证据。拦制服工作人员和执法队的人很快赶来，邻居七嘴八舌，有人说早上看见马丽娟抱着一个纸袋进了后门，还有人说她走的时候很慌，连门都没关严。我爸听到这些话，脸白得像纸，他给马丽娟打电话开了免提。你是不是回来过？家里着火了，箱子烧没了。爸，沈燕现在欠债，拆迁名额不如先给强子，以后你们再补给他。都到现在了，他还在拿我欠债这件假事做文章。我爸整个人晃了一下，可我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身份扶他，一个被他差点抹掉名字的儿子，还是一个到现在才被想起来的家里人。执法队的人把现场封起来。奇怪的是，箱底有个暗层，没有完全烧穿，里面夹着几块油布包裹的东西，最里面有半张纸，边缘烧焦了，但中间还能看清几个字：东厢两间，沈燕。还有一个红手印残边。堂堂也看着那半张纸，眼底终于有了一点波动。我爸扑通一下坐在地上，捂住脸哭出了声。爸，我对不起你。村里人都站得很远，有些债不是哭一场就能还的。中午时，沈志强和马丽娟都被带回来配合调查。沈志强一下车就看见烧黑的后院，他冲上去想打马丽娟。我让你拿出来藏好，没让你烧房子。这句话一出来，他自己也愣住了，周围瞬间安静。我爸慢慢抬头，原件真在你那儿。沈志强嘴硬不下去了，他看向我，眼神里有恨也有慌。沈燕，我就是不服，凭什么你什么不用做，就有人给你留东西？凭什么你欠债都有人护着？我心里猛地一跳，堂堂碰了碰我，提醒别被带乱。爷爷留给我的，我不让。假债我也不会认。你们做过什么，自己去说清楚。沈志强死死盯着我。你真要把你亲哥送进去？是你先把我推到门外的。这时，村委的登记人员赶了过来。你们家老宅这边刚刚有人提交过一份放弃份额声明，上面写着沈燕自愿放弃东厢和菜地，签名也是沈燕。我看到那签名的最后一笔，仍旧往右挑，可这一次签名旁边还按了一个清清楚楚的红手印。签名像我哥的习惯，可红手印是真的。沈燕这个手印，如果确实是你的事情，会更麻烦。堂堂把那张复印件拿近，看了几秒。你还记得是谁提交的吗？是一个戴口罩的中年女人，说沈燕欠债不方便，回来就让家里代交。我妈何凤英的肩膀猛地抖了一下，那一瞬间，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，可我不愿意直接问，怕连最后一点母子的体面都没了。堂堂却没有给他退路。沈燕一直和我在一起，根本没有时间。我们申请查监控。我妈立刻站起来。看什么监控？家里的事非要闹到这一步吗？你真要把你哥和你嫂子都弄进去？我听着这句话，忽然笑了一下。妈，原来你一直知道。她张着嘴，半天说不出话。我们去了镇上的便民服务中心，便民中心的工作人员调出了昨天上午的视频。镜头拉近的时候，我整个人像被冻住。那只手上戴着一枚旧金戒指，戒指内侧有一道刻痕，那是我妈戴了20多年的戒指。我爸猛地转头看她。何凤英！我妈腿一软，差点跌坐在地。我没有扶她，我只是看着屏幕上那个低头签字的女人。她从窗口拿回回执，匆匆离开，从头到尾没有一点犹豫。我的喉咙像塞了一把沙子。妈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何凤英眼泪一下掉下来。我也是为了你好，你都欠债了。那房子要是写你名下，债主会来抢。我先替你放弃，以后你哥日子好了会补你的。他是你亲哥。那我是你亲儿子吗？何凤英捂着脸哭。过了很久，我爸哑着嗓子问：手印你从哪儿弄的？我妈的哭声停了一瞬。去年你住院那次。原来他们不是临时起意，他们早就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把我的退路一点点挖空。我以为我装穷是在试人心，没想到装穷只是让他们提前把刀亮了出来。我妈忽然扑过来拉我袖子。沈燕，妈错了，妈就是一时糊涂，你别让他们带我走。我慢慢把袖子抽出来。妈，有事找律师。堂堂的手机震了一下，他看了一眼，脸色忽然变了，把屏幕转给我看，上面是一条陌生短信，只有一句话：彩票还在你们手里吧。便民中心外的玻璃门口停着一辆黑色轿车，
和早上跟着我们的那辆一模一样。执法队的人还在里面问话，我站在走廊里，第一次觉得这个家像一张网，每个人都在拉扯，可他们拉的不是我，是我身上可能带来的好处。沈燕，你听好，从今天开始，不管谁提彩票，你都说不知道。我盯着他，他们怎么知道我中奖了？我查过彩票店老板认识沈之强，你又用手机付的款，可以查到你的信息。原来从中奖号码公布的那一刻开始，就有人在暗处盯上了我。这也是我让你说破产的原因。如果别人知道你中奖了，他们会扑上来；如果别人只听到一点风声，又看见你到处说亏钱，他们会怀疑，会试探，会出错。我终于明白他那晚为什么那么冷，他不是不高兴，他是比我更早看见了危险。我靠在墙上，胸口一阵阵发闷。那彩票呢？还在卧室抽屉。堂堂从包里拿出一张折好的缴费凭证。开奖第二天，我把它存进了银行保管箱，抽屉处的文件袋是空的。我长长吐出一口气。所以我这2天是真的被你骗了。堂堂看着我，我不是骗你，我是让你活着把钱拿到手。这句话说完，楼梯间外传来脚步声，我立刻闭嘴，门被推开。我爸站在门口，他看着我，声音哑得厉害。你妈说的，我刚才都听见了。爸，对不起你。这句对不起，他说了第2次。第1次我觉得迟，这一次我觉得重。他扶着门框，像连站都站不稳。你爷爷临走前跟我说，东乡留给你。他说你这孩子心软，家里人以后要是难为你，至少还有个落脚的地方。我从来不知道这件事，我只记得爷爷走时，我坐了1夜车赶回来。到家时，人已经盖上了白布。我当时答应了，后来你哥结婚，你妈说老大在身边，东西该先顾老大。我也想着你在城里有工作有堂堂，你比你哥过得好，我就一拖再拖。我没想到你妈会做到这一步。我笑了一下。爸，你不是没想到，你是不敢想。他抬起头，眼眶通红，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，钥匙很旧，挂着一块红绳。你爷爷还有一个小铁柜，在我屋里床底下，你现在去拿，我怕里面还有东西。他话音刚落，走廊另一头忽然传来马丽娟的尖叫。别装了，你那张8987万的彩票，我们早就知道。原来中彩票的事，他们真的知道，或者说他们不确定，但他们已经足够贪，一点风声就能让他们扑上来咬人。堂堂站到我前面。那你说清楚，票号是多少？哪天买的？在哪个柜台打的？马丽娟张了张嘴，她说不出来。沈之强立刻接话：我们就是听别人说，谁知道是不是真的？堂堂看着他，听别人说，就敢伪造借条，就敢冒名放弃沈燕的份额，就敢跟踪我们。执法队的人走过来，跟踪。堂堂把黑色轿车的照片调出来。这辆车从我家小区跟到村里，看奖那晚也停在我家楼下。我拍过车牌。工作人员接过手机，沈之强立刻慌了。车不是我的，跟踪的是黑夹克那群人，他们说受你安排，现在又牵出彩票风声，这几件事连在一起，够你解释很久。我爸像刚从雷里醒过来，他看向我，声音发颤。沈燕，你真中了。现在这个问题不重要。我爸怔住。重要的是，您的大儿子已经开始动手了，您的妻子帮着他冒用手印，您的儿媳想烧掉老宅材料。如果沈燕真的中了，他们会更狠。我爸的脸一点点灰下去，这话残忍，但每一个字都是真的。何凤英忽然冲过来：堂堂，你别把我们说的那么坏，我们是他亲人，亲人会害他吗？堂堂看着他，你已经害过了。何凤英像被打了一巴掌，往后退了半步。你们要是觉得我是亲人，为什么第一反应不是替我高兴，也不是担心我被人盯上，而是抢老宅做假声明，找人堵我家门？执法队的人让沈之强和马丽娟、何凤英留下接受调查。我爸把那把钥匙塞进我手里。去家里，现在就去。这是我这些年第一次看见他真正站到我这边，可我已经不敢轻易感动。人的心被伤过一次，就会自动离火远一点。堂堂拉着我离开便民中心，他先给银行打了电话，确认保管箱状态，那边回复一切正常。他又把刚才的短信和马丽娟的话一并保存。我看着他熟练的做这些，心里酸得厉害。车子开回老家，院门半掩着。堂堂先看了一圈，门锁没有撬痕，但有人回来过。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
院里的泥地上有半个鞋印，鞋跟很细，像女人的鞋。屋里很乱，像有人匆匆翻过。我爸说的小铁柜在床底下，可等我趴下去看时，床底空荡荡的。那里原本放着东西，现在被人搬走了。几乎同一时间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小姑沈玉萍打来的，她的声音带着笑。沈燕啊，想要铁柜就拿彩票来换。我听着她的声音，只觉得胃里发冷。以前她来城里看病，我给她挂号，陪她排队，给她垫检查费，她嘴上总说小燕还是懂事，现在那点懂事，在8000多万面前，连一层纸都不如。堂堂接过手机，小姑，铁柜里有什么？你打开看过吗？沈玉萍的笑声淡了。你不用套我话，今晚6点，村北废油房就你们2个人来，不然我就把柜子扔河里，谁也找不到。我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，堂堂却仍旧很稳。你要的是彩票原票，真的在银行保管箱对吧？别问我怎么知道。沈燕，你们身边不止一个人盯着这张票，我只是比他们动作快。电话挂断，只剩下忙音，我后背全是冷汗。小姑怎么知道银行保管箱？堂堂走到窗边，把窗帘拉上。那天我办保管箱，身后有个排队的女人，她戴着口罩，当时我没多想，现在想起来她很像你小姑。沈玉萍居然从那时候就跟上了，那就说明彩票风声不只是沈之强夫妻知道，我身边的每一个亲戚可能都在暗处伸手。回到便民中心，我问我爸铁柜里到底可能有什么。我爸声音低下来，除了老宅那份材料，也许还有你爷爷的私章，还有一卷旧磁带。你爷爷临走前总说怕自己走了以后，你们兄弟为老宅闹翻，他让村里人来过一趟，像是录了什么话，可后来我没找到。堂堂握住我的手，安慰。放心，铁柜和彩票都不会给别人。堂堂拿出备用机，拨通了其中一个号码。徐律师，我是糖糖。堂堂挂了电话，又给执法队那边的工作人员发了消息，然后他看向我。今天去，但我们不拿真票。他从包里取出一个透明袋，面放着一张彩票，他把透明袋放进我掌心。沈燕，今晚你要演得更像，不是演穷，是演一个为了保命愿意交出票的人。出门前，堂堂给我整理衣领，他把备用彩票放进我内袋，又把录音笔别到我裤腰里。别激怒他，他要票你就拖。我爸想跟我们一起去，堂堂拒绝了。爸，您留在便民中心，看住您能看住的人。何凤英在旁边听见，忽然抬头看我，她眼睛肿得厉害。沈燕，你小姑那人贪，你别一个人硬扛。以前她说这句话，我会觉得她担心我，可现在我已经分不清她担心的是我，还是那笔她够不到的钱。废油房很快到了，破旧铁门扮演着。沈玉萍站在最里面，穿着灰蓝外套，头发被风吹乱，脚边就是那个旧铁柜。沈玉萍伸手拍了拍铁柜。沈燕，你以为现在还是小时候？现在要讲规矩，先给票。堂堂往前一步，票可以给，但你要写一份交接说明。沈玉萍眯起眼，少吓我！你们真以为我不知道？票在银行保管箱，你们现在拿来的肯定不是原票。我心跳猛地一乱。既然你不信，那我们走。说完，他拉着我转身。沈玉萍一下急了，站住！把票拿出来！我慢慢掏出透明袋，沈玉萍快步过来，伸手就抢。堂堂抬手挡住柜子。沈玉萍把铁柜往前踢了踢，你自己开。我蹲下去，拿出钥匙。钥匙插进去时，我的手都在抖，锁芯很涩，转了2下才开。柜门吱呀一声打开，里面放着几包油布，还有一个小铁盒。我刚想伸手，堂堂按住我，他戴上手套，把东西一件件拿出来。最上面是一份被油布包着的纸，纸角有烟灰烫出的小洞。我的眼眶一下热了，爷爷留给我的那份东西终于回来了。沈玉萍低头看号码，脸色变了。这不是那张，堂堂你耍我！沈玉萍尖叫起来。许律师和2个工作人员从侧门进来，沈玉萍转身就想跑，可门口已经有人拦住。她被人按住时还在喊：彩票是我的！沈爷，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我只觉得荒唐。堂堂打开那个小铁盒，里面除了私章，还有一盘旧磁带，磁带下面压着一张纸条，纸条上写着一句话：若我死后沈燕受欺，去找城南陈会计。我爸从没提过这个人，老梁也没说过。徐律师把纸条拍照封存。沈玉萍坐在废油坊门口，头发散乱，眼里全是怨毒。工作人员把她带走时，她突然回头：你们以为拿回铁柜就赢了？那张彩票的事儿不值。我知道有人比我狠，你们等着。回去的路上，我一直沉默。我想起那辆跟车的黑色轿车，想起陌生短信，想起彩票站老板。
每一条线都像缠在一起。是彩票站老板吗？老板只是第一层，但他没有胆子跟踪。晚上8点多，我们到了城南一片老小区，陈会计家就在这里。堂堂把纸条拿出来，陈会计看到字，手明显抖了。陈爷爷，我爷爷到底让您保管了什么？陈会计走到里屋，抱出一个布包，布包层层打开，里面是一只牛皮档案袋，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沈燕。陈会计把档案袋推给我，你爷爷说，如果有人拿亲情压你抢你东西，就让我把这个给你。我手指发抖地打开档案袋，里面有一份更完整的分家说明，还有几张老照片，最底下是一封信。燕儿，若你看到这封信，说明你已经被家里人为难了。爷爷像早就知道我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东乡和菜地不是值钱才给你，是怕你无处可退。老大志强心气高，德海耳根软。凤英最怕老大怨他，若有一天他们拿一家人3个字压你，你记住，亲情不是让你一辈子吃亏的绳子。我读到这里，手已经抖得不成样子。陈会计叹气，你爷爷最担心你，他说你心太软，别人给你一个笑脸，你就把底牌交出去。我低头看着信，爷爷写到最后一段，若有人因横财盯上你，切记不要信姓薛之人。姓薛？难道你们已经遇到姓薛的了？堂堂立刻拿出手机查转账记录，那家彩票站收款名跳出来的一刻，我全身发冷。薛城彩票店，陈会计的手一抖，水杯差点掉在地上。坏了，当年骗你爷爷地契的人就姓薛。我后背冒出一层冷汗。当年到底发生过什么？陈会计坐回椅子上，手掌压着那只牛皮档案袋。你爷爷年轻时吃过薛家的大亏，那时候村里分地手续乱，很多东西都靠手写凭证。薛家老大叫薛万才，他跟你爷爷称兄道弟，转头就拿假账骗走了你家一块坡地，就是现在村北那片荒地。你小时候叫它乱石坡。村北乱石坡，这些年没人管，可这次拆迁摸底，范围好像就往那边扩。那块地现在在谁名下？陈会计苦笑，当年薛万才骗走的不是地契，只是用一张借据压了你爷爷的手印。后来政策变了，坡地登记到村集体名下，可薛家一直咬着说那是他们祖上买来的，这些年没人理，现在一拆迁，他们就又冒出来了。薛城彩票店老板是薛万才什么人？孙子，他爸叫薛贵生。薛贵生年轻时就跟你大哥混过一段，后来在镇上开彩票站，看着老实，其实最会顺风闻味儿。我胸口越来越沉，中奖、老宅、乱石坡、薛家，这些事像一根根线，终于被拉到了一起。陈会计从柜子里翻出一个老式录音机，堂堂戴上手套，把那盘旧磁带放进去。我听见爷爷苍老的声音：“我是沈怀山，今天录这段话是怕我走后家里人记不住我说过的话。”我的眼泪一下涌上来，那声音太久没听到了，久到我以为自己已经忘了。磁带里爷爷咳了2声。老宅东厢2间，院后菜地一半，留给沈燕。若将来他们为这份家产难为沈燕，就拿此话为证。我死死咬着牙，堂堂的手轻轻搭在我肩上。录音到这里忽然停顿，接着爷爷声音变得更低。还有薛家。薛家人若因地、因钱、因横财找上门，切不可私下谈。薛万才当年用一张空白手印坑过我，我不愿我孙子再栽一遍。听到空白手印4个字，我整个人僵住。我妈去年让我按的手印，像一把刀在脑子里重新划开。原来这不是第一次，同样的手段，隔了2代又落到了我身上。录音到这里，彻底没声了。屋里安静的，只剩录音机转动的轻响。陈会计抹了把眼角，怀山这人啊，嘴硬了一辈子，可心里比谁都明白。堂堂把磁带取出，重新放进证物袋，看着陈会计：“陈老，您刚才说有账有证。”陈会计从档案袋里抽出一本旧账册，当年薛万才拿空白手印做过借据，你爷爷后来找人合过，可惜那时人情重，没人愿意把事闹大，你爷爷就吃了哑巴亏。我攥紧拳头。所以薛成现在盯上我，是因为他知道我中了奖，又知道拆迁可能迁出旧账。堂堂说：“还有一点。”我看向他，他声音很稳：“如果薛家能证明你欠他们，或者你的彩票来源有问题，他们就能拖住兑奖。”就在这时，堂堂的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一段视频，
视频里是我在彩票站买票的画面。沈嫣，你最好明天来见我，否则我就让所有人知道你那张票有问题。视频最后镜头停在彩票出票机上，出票机旁边有一只手按住了其中一张刚打印出来的彩票，那只手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黑色戒指。堂堂脸色一下沉了，因为那只手不是我的。画面里我站在柜台前扫码付款，薛成低头操作出票机，机器吐出几张彩票，其中一张被旁边那只戴黑戒指的手轻轻压住，动作很快，如果不是视频刻意放慢，根本看不出来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堂堂把视频暂停在那只手上。有人接触过你的彩票，薛成想用这个做文章。我心里一凉，兑奖期限快到了。他现在才发视频，不是要证明什么，而是逼我们去见他。他知道我们手里有爷爷留下的材料，也知道老宅和坡地可能牵出薛家的旧账，彩票只是他最想撬开的门。陈会计站起身，走到窗边往外看。老小区的院子里，路灯坏了半盏，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楼下，他们跟来了。堂堂把灯关掉一半，屋里一下暗下来。薛家还是老样子，先下再谈。堂堂直接把视频、短信、车牌照片和陈会计的证词整理好，发给了执法队那边的工作人员，又给许律师打电话。挂掉电话后，他看向我：明天不能去见薛成。可如果不见他真去闹怎么办？堂堂看着我：我们见不见他都会闹，如果你私下见他，他就多了一次设局的机会。我脑子里闪过我妈拿走我手印的事，闪过沈之强伪造签名的事，再闪过小姑拿铁柜换彩票。我忽然明白了，我过去总觉得把话说清楚就好，可这些人要的从来不是话，他们要的是我露出软处，然后一口咬上来。半小时后，许律师带人到了，执法队的人也赶来询问情况。楼下那辆黑色轿车想走，被路口堵住，他们不承认跟踪，只说来找亲戚。工作人员问他受谁指使，他不说。堂堂忽然把薛成发来的视频放到他面前：你手上的黑戒指很显眼。男人脸色变了，我这才看到他右手无名指上果然戴着同样的黑色戒指。黑夹克先扛不住，不是我拍的，是薛哥让我跟着，只要拖过兑奖期，那票就是废纸。薛成不是只想敲钱，他还想让我错过兑奖。只要我因为家庭纠纷、老宅纠纷、彩票争议被拖住，那张8000多万的彩票就会变成一张废纸。到时候他未必能拿到钱，但我一定拿不到。这种损人也要拖我下水的很，让我胃里翻涌。堂堂当即做了决定，明天一早兑奖，所有材料都带上，律师、工作人员、银行保管箱记录、购票付款记录、监控留存一样不少。姓薛的要把事情摆到台面上，我们就陪他摆。那晚我们没有回老家，为了安全，许律师安排我们住在城南一家酒店。进房间后，堂堂第一件事就是检查门锁和窗户。我站在他身后，忽然伸手抱住他。对不起，这7年你提醒过我很多次，我总觉得你把人想坏了，现在才知道是我把人想得太好了。堂堂沉默片刻。沈燕，人可以善良，但不能把善良交给所有人。我把脸埋在他肩上，眼睛发热。手机在这时响了，是我爸。沈燕，你妈说要见你，只要你肯撤回追究，她就告诉你薛成和那张彩票的事。我赶回便民中心时，已经是晚上11点。我妈何凤英坐在长椅上，她头发乱着，眼睛肿得几乎睁不开。我爸站在墙边，他看见我和堂堂，眼神复杂的动了动。何凤英抬头看我，她嘴唇干裂，声音哑得厉害。沈燕，你先答应我，你哥那边能不能别追到底？我心里最后一点温度也散了。你叫我来还是为了他？他急忙摇头。不是，妈这次真是为了你。我看着他没说话。堂堂站在我身侧，他没有催，也没有劝。何凤英的眼泪又掉下来。那天开奖后第2天，你小姑说你可能中了彩票，我不信。后来你大哥也说彩票站老板给他透了话。何凤英攥着手指。你哥以前跟薛成借过钱，利滚利越欠越多，本金20多万，现在他们说要还120万。我爸气得脸色发青。强子说只要拆迁款下来就能还上。后来听说老二中了奖，就觉得反正他有钱了，老宅让出来也没什么。我笑出了声，那笑声连我自己听着都陌生。所以你们觉得我有彩票就该让出爷爷留给我的东西，我没彩票就更没资格争，我横竖都该让。何凤英的肩膀抖得厉害。薛成有没有让你们做过什么？何凤英抬头看他，眼里闪过恐惧。他说如果想保住强子，就让沈燕拿不到钱，只要彩票过期，他就不要强子的利息。
你哥说只要先把老宅签下来，再逼你交彩票，我才去交那张放弃声明。我盯着他，我的手印是你早就准备好的。他不敢否认。去年你爸住院，强子就让我留一个，他说以后办老家手续可能用得上，我没想到会用在这上面。我闭上眼，胸口像被一只手狠狠攥着。他每说一句，我对这个家的过去就少心一分。薛成有没有提过兑奖中心？何凤英愣了一下，提过。他说他已经找人准备材料，说彩票号码是他们几个人合买的，你只是代付。果然，薛成想打的不是票，真假是归属争议。只要他找人说我是代买，哪怕证据漏洞百出，也能把流程拖进泥潭。而兑奖期限就在眼前。何凤英扑过来拉我，沈嫣妈都告诉你了，你能不能把拆迁份额让给你哥？我低头看他，不能。他僵住，我声音很轻，你告诉我不是你毁了，是你怕了。可我如果再让一步，堂堂这2个月替我撑住的一切就都白费了。何凤英的手慢慢松开，我爸忽然开口，爸跟你去，这次爸站你这边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我们就到了银行。堂堂提前预约了保管箱开箱，所有流程全程录像。当保管箱被推出来时，我的心跳快得几乎听不见外面的声音。堂堂输入密码，我插入钥匙，箱门打开，里面放着一个密封文件袋，封条完好。堂堂戴上手套，把文件袋取出来，我撕开封条，那张彩票静静躺在里面，薄薄一张纸，却像压着我这2个月所有恐惧和委屈。兑奖中心在市里，我们到的时候，门口已经有人等着。薛成穿着黑色夹克，站在台阶下，他身边跟着那个戴黑戒指的男人，还有一个陌生中年人，手里拿着文件袋。沈志强竟然也在。薛成扬手里的材料，我看着他，忽然一点都不慌了，因为堂堂握住了我的手，因为爷爷的信在文件箱里，因为我这次没有一个人站在门口挨打。兑奖中心工作人员听完薛成的话，脸色严肃起来。涉及大奖权属争议，需要先核验材料。薛成嘴角露出笑，他等的就是这句话。可就在这时，许律师把一沓文件放到桌上。我们也申请同步提交证据，包括购票付款记录、现场监控、威胁短信跟踪证据、伪造债务材料，以及相关人员供述。薛成的笑僵在脸上。工作人员正要接材料，忽然一个穿制服的人快步进来。暂缓兑奖，有人实名举报这张中奖彩票涉嫌被盗。那句涉嫌被盗，把大厅里所有人的目光都定在了我身上。薛成嘴角的笑终于藏不住了。我实名举报，这张彩票不是沈嫣自己买的，是我们几个人合买，她只是帮忙付了款。戴黑戒指的男人也跟着点头。号码是我选的，钱也是我出的。他拿走票之后就不认账了。我气得胸口发紧，堂堂却按住我的手。他看向工作人员，请把举报人姓名、身份证件、举报内容全部登记。薛成脸上的笑僵了一下，他没想到堂堂第一句话不是辩解，而是让他们把名字写死。薛成很快恢复镇定。我既然敢来，就不怕查。他从文件袋里拿出一张纸，纸上写着合买协议，下面有几个签名，其中竟然也有我的名字。那2个字写的比沈志强伪造的更像。如果不是我自己清楚，我几乎都要怀疑是不是哪天迷糊签过。薛成指着那张纸，这是合买证明。沈嫣当晚买票之前，我们已经商量好，她只负责代付和保管。现在中大奖，她想独吞。沈志强站在后面，脸色灰白，可他还是开口了。我能作证，我弟这个人平时就爱占小便宜。我猛地看向他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他居然还敢继续咬我。沈志强被我爸的眼神吓得后退半步，却又硬着脖子。我说的是实话，他现在有钱了，当然不认我们这些穷亲戚。薛成满意的看了他一眼。工作人员接过合买协议，神色更严肃。如果有书面证议，兑奖流程确实需要先暂停核验。薛成要的就是暂停，只要拖到兑奖期后，他就算拿不到钱，也能让我1分钱都拿不到。暂停核验可以，但请问只要中奖彩票在期限内提交并受理，后续调查会不会导致过期失效？正常情况下，已经在期限内提交的有效票会进入争议核查，期限以提交时间为准。堂堂点点头。那请立刻受理原票，所有争议材料同步交相关部门。薛成的脸色终于变了，他没想到自己最狠的那一招被堂堂一句话堵住了。戴黑戒指的男人急了，凭什么先受理？这票有问题！堂堂转头看他，你说号码是你选的，
那请你说一遍完整号码。男人张口就报，他报得很顺，顺到像背了很多遍。你为什么选这组号？男人愣了一下，随便选的。堂堂看向薛成，那为什么你刚才说是你们几个人合买时一起商量好的？堂堂从文件箱里拿出一份材料，这是沈燕购票当天的付款记录，这是彩票站外部监控备份，沈燕一个人进店，一个人离开。这是我们收到的威胁短信，这是跟踪车辆照片，这是我们报关的案件记录。薛成盯着那些材料，眼皮跳了一下。工作人员接过材料，马上叫来了中心负责人。薛成坐在我对面，手指一下下敲着桌面，那声音让我心烦。他忽然笑了。沈燕，你老婆确实厉害，可你们忘了一件事。薛成把手机推到桌上，屏幕里是一段偷拍视频，画面比之前那段更近。出票机吐出彩票后，戴黑戒指的手按住其中一张，随后薛成把另一张递给我。视频里他的声音很清楚：这张先给你，剩下那张我留着核对。我脸色一变，堂堂也皱起眉。薛成靠在椅背上，笑得阴冷。我可以说你后来偷换了店里的票，也可以说这票从出票那一刻起就有争议。他拿出一张加盖印章的说明。我店里已经提交异常报告，这张中大奖的彩票是被盗票。薛成盯着我，一字一句说：沈燕，我说过，这钱你拿不走。就在这时，接待室的门被推开，昨晚被带走的黑夹克站在门口，他身后跟着工作人员。黑夹克看见薛成，脸上的肉抖了一下。薛哥，我不想掺和了，你可没说要把事儿弄这么大。现在伪造、威胁、跟踪、诬告都压过来，我扛不起。薛成猛地站起来，冲过去想拽他。你在胡说什么？工作人员立刻挡住。坐回去。薛成咬着牙坐下，眼里全是狠意。黑夹克又看向戴黑戒指的男人。还有你，那段视频是你们补拍的。当天沈燕走后，薛成让你伸手按出票机，故意拍个角度。堂堂把另一只 U 盘放到桌上。正好，这是我昨天请律师从彩票站隔壁烟酒店拿到的监控。角度能拍到彩票店玻璃反光，虽然不清楚，但能看到沈燕进店买票时，柜台旁边没有这个人。薛成的呼吸明显乱了。负责人让人把视频接到屏幕上，画面不算清楚，可反光里确实只有我和薛成两个人，没有戴黑戒指的男人。堂堂继续说：这是彩票中心销售流水，同一时间，同一终端出票编号和沈燕手中原票一致。从店门到小区，再到银行保管箱，全程有独立证据衔接。你们所谓被刀，中间没有任何真实空档。薛成额头冒出汗，他看向工作人员。他不是中心的人，他说了不算。负责人冷冷开口。他说了当然不算，但材料会由我们和相关部门核实。目前来看，你提交的举报存在重大疑点。堂堂看向负责人。请先对原票进行验真登记，争议归争议，票据受理归受理。负责人点头。原票被放进验票设备，那几秒我连呼吸都忘了。屏幕上跳出核验通过4个字时，我的腿差点软下去。工作人员宣布，票据真实，已在期限内受理，后续奖金发放，等待争议调查结果。薛成的脸彻底白了。他最想做的事就是拖过期限，可现在期限被锁住了，他再也不能用时间把这张票毁掉。沈志强忽然转身想走。你到现在还不说实话？沈志强的表情扭曲起来。说什么？说我欠薛成100多万，说我被他逼着做这些，说妈帮我拿了沈燕的手印，说你们这些年嘴上说一碗水端平，其实谁也没管我死活。我爸抬起手，他的手在半空抖了很久，最后垂下。你欠债可以说，你缺钱可以商量，可你不能把刀递给外人，往你弟身上捅。沈志强眼眶发红，却不肯低头。他不是有8000多万吗？给我还债怎么了？这句话一出，我彻底不想再看他。堂堂忽然问薛成：你为什么一定要把沈燕拖死？只为了沈志强那点债？接待室门口传来一个苍老却有力的声音：当然不止。陈会计被徐律师扶着走进来，他手里抱着旧账册，身后还跟着老梁。陈会计把账册放到桌上。薛家盯的是乱石坡。陈会计冷笑：你爷爷当年用空白手印坑沈怀山，你爸后来又拿旧借据去村里闹，现在拆迁范围要扩到乱石坡。你们怕旧账翻出来，才想先把沈家拖乱。老梁也开口：村里已经查过了，乱石坡涉及历史争议，沈怀山当年的申诉材料还在。
沈燕是他留下的，指定继承受益人之一。薛成猛地站起，放屁！那地早就是我们薛家的。陈会计把一张泛黄鉴定记录拍在桌上，当年那张借据墨迹在前，手印在后，空白手印被填字，这套路你们薛家用了3代。他说着，目光落到我妈留下的那张放弃声明复印件上。可惜有人学得快。我爸脸上一阵惨白，这句话像一根针扎穿了他最后的体面。就在这时，薛成忽然抱起，他扑向桌上的原票。堂堂反应很快，抓起文件箱往后退。工作人员冲进，把薛成按住。薛成被按在地上时，忽然大笑起来。你们以为这样就完了？我爸已经去村里了，沈家老宅和乱石坡，今天谁也别想登记成功。老梁掏出手机，电话刚接通，他的脸就沉了下去。村委那边说，薛贵生带人闯进去了，他手里拿着一份新材料，上面写着沈德海一家自愿用老宅权益抵沈志强欠款。我看向沈志强，他的脸一瞬间白得像纸。我们赶到村委时，院子里已经围满了人。薛贵生坐在办公室正中，他50多岁，头发梳得油亮，手里捏着一串珠子。他身边站着2个男人，桌上摊着一份抵债协议，上面写着沈家4口的签名，还有红手印。我爸冲过去抓起协议。我什么时候签过这个？薛贵生慢悠悠地笑。白纸黑字，你们沈家欠我们钱，老宅和乱石坡后续权益先抵债，现拆迁要下来了，别想赖。我妈被带过来说明情况时，看到那张协议，整个人都软了。这不是我签的。薛贵生看向他，何凤英，你去年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我妈嘴唇发抖。我只给过一张空白手印，强子说是办手续用。这句话说出口，院子里一片哗然。沈志强站在门口，彻底不敢抬头。我爸像被最后一锤砸中，他踉跄一步，扶住桌子。你们拿空白手印做抵债？薛贵生冷笑。你家自己人给的怪谁？堂堂把文件箱放在桌上，一件件取出材料，他每放一份，薛贵生脸上的从容就少一分。最后，堂堂看向工作人员，这份抵债协议里的沈燕签名和手印来源明显可疑，我们申请一并鉴定，并追究伪造债务、敲诈和侵占权益。薛贵生脸色终于变了，我看向沈志强，哥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这么叫你。你欠债你可以自己还，你被人逼可以报警，可你拿我的手印、我的名字、爷爷留给我的房子去填你的窟窿，从今天起，我们之间只走法律程序。我妈忽然哭着跪到我面前，沈燕妈真的错了，妈就是怕你哥被逼死。我没有再退。妈，你怕他被逼死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不是堂堂那张菜票没了，爷爷的东西没了，被逼死的就是我，你们给我留过路吗？他哭得说不出话。我爸走过来扶起他，却没有替他求情。他把重新打印的老宅登记表推到我面前，共有人一栏，清清楚楚写着我的名字沈燕，东厢2间，院后菜地一半，涉及乱石坡的历史权益，待进一步核定。我爸声音哑得厉害。你大哥他们都不肯让，但这钱爸给你留了一份，这是你爷爷早就给你的。我忽然想起开奖那晚，我举着彩票在客厅里蹦，堂堂却冷着脸让我说自己破产。那时我不懂，现在我终于懂了。他不是让我装穷，他是在让我看清钱没到手之前，最先伸出来的未必是祝福的手，也可能是刀。半个月后，彩票争议调查结束，薛成提交的核买协议、被盗声明和异常报告均被认定为虚假材料，中奖彩票顺利完成兑奖。扣税后，奖金打进了我和堂堂共同管理的账户。我坐在银行休息区里，握着堂堂的手，很久都没松开。想好第一笔钱怎么花了吗？先把你想开的甜品店买下来，但这一次先轮到你。堂堂低头笑了一下，那是这2个月里我第一次看见他真正放松。后来，沈志强因为伪造借条、参与虚假举报和多项材料造假被追责，马丽娟因烧毁证物和协助转移材料也没能脱身。我妈因为冒用手印提交声明，被要求配合调查，后来取保回家。她给我打过很多电话，我接的少，不是恨到不想认她，而是我终于学会了不把自己的伤口交给伤我的人，反复解释。我爸搬出了那间老房子，我给他在市里租了个小房子，离医院近，也离我不远。老宅拆迁正式启动那天，我回了村里，我站在门槛上，看着曾经避我如瘟神的亲戚们又一次堆着笑走过来。他们说我出息了，说一家人哪有隔夜仇，说以后有事要常走动。我没有吵，也没有骂，我只是把堂堂的手握得更紧。风从老宅破旧的屋檐下吹过，我仿佛又听见爷爷在磁带里的声音，人若推到没处站，就要有块地方能落脚。现在我有了，
不是彩票，不是老宅，是堂堂替我守住的底线，也是我终于不再让出去的自己。